开始谈恋爱时，很多人可能会对恋爱抱有很多的幻想，例如像电视剧里脸红心跳的浪漫互动，或者觉得自己的孤独感可以被驱散。但当实际交往后，发现自己的幻想不被满足时，可能就是双方争吵的开始。例如，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哄我啊！为什么你不如其他的伴侣那样浪漫？我是你的伴侣，你应该要多陪我啊！等等，因为现实跟幻想不同而开始的争吵。这边我们先来讨论大多状况，人为什么会被对方吸引而晕船。这边举2个例子。害怕孤独的小美喜欢上常常陪伴她的阿明，因为阿明能满足小美想要的陪伴感。唯唯诺诺的小华喜欢上总是有话直说的淑芬，因为对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特质可以带给自己勇气。人容易被有能填补自己缺失特质的人所吸引，并会认为这种被吸引的感觉就叫做恋爱。但这样的感觉说白点，其实并不是爱对方，而是爱自己。因为你只是恰巧看到了对方身上有你想要的部分。但我并不会说因为这样就被吸引是一件很自私的事，甚至更像是人无意间的本能。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在潜意识中追逐着如何成为更完美的人，所以会本能的被能填补自己空缺的人所吸引。所以我认为这种本能也是在找寻如何让自己变成更完整的人的过程。但晕船中的人看待对方一定是带滤镜的，这层滤镜会无限放大自己认为好的部分，而忽略了那些不合自己意的部分。有句话说，它最大的魅力是你的想象力。实际交往后，发现自己的幻想与需求不被满足时的那些争吵，是因为幻想随着2人的熟识后，这层滤镜逐渐瓦解了。例如，幻想跟阿明谈恋爱后能天天跟阿明腻在一起的小美，因为阿明没办法陪伴她，自己的安全感没得到满足，于是就恼羞成怒。到这个阶段时，有的人会化身捏面团大师，想要把自己的对象给捏成可以满足自己幻想的模样。这个捏面团的手法可能是透过对对象歇斯底里的争吵、情绪勒索或洗脑的方式，而被捏的那一方则会开始感受到痛苦难耐。而当最后双方在这段关系中开始感受不到快乐时，就会分手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如果双方有办法从中学到什么，下一段感情就会变得更加健康。但若还是一直维持着这个同样的循环，没有改变心态，就只会不断的陷入不健康的恋爱关系中。我有一段长跑恋爱持续了5年，当时的我很容易感到孤独，因为对方常陪伴自己，就被吓到了。然后我们开始交往，刚开始跟对方交往时，我只有17岁，青春期的我对恋爱也抱持着非常多的幻想。但当实际交往后，我发现对方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他是木头类型的人。当时作为一个恋爱冲脑的小女生，我会希望跟对方能整天腻在一起，期望对方能说些甜言蜜语。当时的我也因为对方不够浪漫，有跟对方闹过一些别扭。但后来我逐渐的调整了我的想法跟情绪，怕孤单的话也可以跟朋友还有家人腻在一起，难过时可以自己调试情绪，不需要人安慰。人想要的情绪价值并不一定只能从伴侣身上获得。应该说，安全感跟自我认同这些心理的问题，在自己单身时本来就该自己调试了，为什么有对象后就要扔给伴侣消化处理呢？而当你爱的不再是对方能给你带来什么时，你才是真正的爱这个人，无任何理由的爱着他的本质与给人带来的感觉。在这个阶段不会有滤镜，不会有因为幻想没有被满足造成的争吵，只有2个人本质的互相交流。也是这个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这个人与你合不合适。距离上一场恋爱，我已经单身5年以上了。恋爱时的我把专注力全部投注在自己跟伴侣的未来规划上，但单身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回到将专注力100%的拉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在觉得孤单或难过时，能够自己调试好心情，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照顾好自己。
这段期间，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且完整，也更爱自己了。现在的我挑选对象会更加谨慎，不再只是年轻时期的因为感受到想要的陪伴感就坠入爱河，反而会更加看重的是想法与思考方式的契合度。因为我知道，忽略掉双方本质的契合，只看对方优点的这股悸动感，这其实不是恋爱，这只是本能的想要在对方身上各取所需罢了。而当你可以为自己的需求负责，而不是扔到对方身上，当你可以自给自足，你就会变得更加独立。当你在单身时，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，不把照顾自己的责任扔到对方身上时，才更容易拥有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。理想状况是双方都要有这样的心理成熟度啦，不然还是会吵架。但以上这些没有谈过一场4年以上的长跑恋爱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，尤其是愈没有恋爱经验的人，会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导致挑选对象时乱枪打鸟或乱开条件。像我小时候开的对象条件：体贴、浪漫、帅气，还要是吸血鬼。而现在的我会说，价值观跟思考模式跟我契合，对生活要有热情与野心，在自己的生活、经济与情绪调试上都能照顾好自己的人，最好还是个吸血鬼。通常经过一场长跑的恋爱后，你才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合适。其实，单身跟恋爱都没有什么不好，谈一场长久的恋爱会让你学会看清自己的需求，而分手后回归单身，能让你学会把注意力全心的放在自己身上，变得更加独立。2个过程都能使人从中学习，最终你能成为内心更富足且完整的人。我是 Dillo Cat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你可以这么做。单身者在晕船时，你可以想想，你爱的是对方这个人，还是只是他能给你的部分呢？如果你刚经历分手，除了难过外，你也可以想想，在这段感情中，你学会了什么？深沉之夜，愿与君共赴。迪路诞生季2025民国夜影套组，预购9月10日止，预购倒数还有5天，欢迎至官方卖场购买。